朋友们，大家好啊！大家好。今天是礼拜三。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视频呢，还是聊一下西班牙和欧洲的一些话题吧。还有最主要是关于我们自己什么时候要离开西班牙的这个话题，还有原因啊。那么很多朋友呢，我觉得其实有一些误解。他们觉得呢，就是我们说了很多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问题，他们就觉得呢，我们好像很讨厌西班牙，很不喜欢西班牙，然后觉得我们好像很多事情是怪西班牙。其实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一种想法啊。首先呢，就是即使我们移民失败了，或者说就是我们在西班牙这边就失去的比得到的要多，但是呢，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就我们移民或者说你去投资全是完全你个人的自己的决定。对。就如果要责怪，这也只会责怪我们自己，对吧？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决策嘛。所以呢，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录这些视频。录这些视频呢，因为就这两天就是又有一个香港的朋友给我邮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他们也会问我们就是关于移民的一些东西什么的。那么很多移民的一些资讯什么，大部分的是就是我们根据当地的新闻、当地的政府的政策当然我们是没有保留的，就告诉了大家。还有一些呢，是我自己就是个人的一些判断。就比如说之前川普在美国那边开始就是抓那个非法移民然后决心把移民的政策大力度的向右转改变就这个时候其实欧洲这边还没有这些声音。但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欧洲这边肯定很快的全球要进行向右转的一个这样的政策。那么现在来看其实也就过去了几个月。对。那欧洲这边其实很多国家也就跟上了，包括那个像西班牙就像你说，在欧洲人权理事会里面，他现在这个席位就左派的，好像就只有3个是左派的人，其他全都是右派的。对对，就这个理事会就只有3个人是左派的，其他人所有人全是右派的，对吧？并且其实虽然现在还是左派在执政，但是现在其实很多的政策什么的，就大家能感觉的嘛。就你现在再去问一些我觉得有一些有良心的中介，他也会告诉你，开始说要向右转什么的，就告诉你这些东西，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些我觉得是我们完全是讲的绝对是真实的东西并不是说我们去编造或者说我们因为就是在西班牙觉得过得不好我们就去诋毁它完全没有。而且相反的，其实我们是比较喜欢西班牙的。对，我其实还挺喜欢西班牙的。对，就像我住在这里我住在一个度假的地方，然后我也住了好几年了，然后总体来言，我觉得这里的人这里的就我们这边的治安还是不错的，对吧？对。然后就是这个海风景也都很美。这个大家在之前我们的视频里面其实也都看到过，我们这个地方也被评为就是国家地理杂志一直是评为西班牙最美小镇。对，西班牙最美小镇，大家都是想要来玩的一个地方，对吧？所以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我们是挺喜欢这个地方的但是就为什么我说的就是这个我们要离开呢要决定离开呢主要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地方就如果你一听有的人他跟你说，他说这个地方最好的、最棒的、最完美的就即使是你看这个国家地理杂志说这边是最美小镇、最好小镇，但是其实你来了，你依然能发现一些问题。如果一个地方你发现没有问题，完全是最好的，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不存在的，或者说这就是一个最危险的地方。就像你比如说澳门，对吧？大家去澳门这个是那个 Eva 吗？
啊，对，Hola， Hola， Buenos días，比如说，Adiós， 我们的理发师啊，他在海边散步，打个招呼。那么比如说你就像在澳门，很多人为什么会在澳门输钱？尤其很多大老板啊，或者说有钱人，因为你一去啊，就是金碧辉煌啊，就是劳斯莱斯，就是啊私人飞机来接你啊，然后给你免费的套房，还有美女公关为你服务，然后吃的又是世界各地的美食，对吧？米其林啊，然后大部分的人还能就是第一次去就赢了不少钱，那你说你会觉得这是个有问题的地方？你不会啊，你肯定觉得哇地方太好了，对不对？结果后面越去就输的越多啊，然后很多人就倾家荡产了，对吧？所以就是任何一个地方肯定都是有它自己的问题的，都会有一些问题的。然后这些问题跟你现在的情况是否符合，是否适合你现在的一个情况，对吧？那么我们主要就左分析右分析下来，我觉得就不符合这个情况。因为举一个例子啊，就其实我之前也说了，就如果你一年比如说你赚100万，然后你在这你交税你交掉40-50万啊，然后你还要再买21%的增值税的东西。这个增值税的东西就是川普嘴里说的欧盟非关税贸易壁垒，就这个壁垒它不存在在关税里面，但是它是在增值税里面。就我看到的，比如说我最近我又想买一个那个就是电子书，对吧？这个电子书在中国就买一个是2000人民币，然后你知道在这里要卖多少钱吗？多少？800欧元。800欧元是多少钱？6500块了，差不多人民币6500啊。对啊，就要3倍多的就要3倍，对吧？然后呢，那个你在英国买要便宜40%还是30%？就800欧的话，你减去30%，等于是只有500多欧，600欧左右。你在美国买，它也是要便宜30%、40%，但是它得下来的数字是美元，就比如说是500多美元。那欧盟里面都全是这个价格，你就可以想象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你西班牙的工资，你跟那个英国的，你跟美国的，对吧？都差远了。你这个差太远了。然后你要这种东西，你全部都要进口，要付那么高的税。当然，这个不是，我觉得不是说仅仅是西班牙的问题，这是整个欧盟的问题。因为欧盟为了说扶持这些本国的企业吧，或者就欧盟里面的企业想复制出一些大企业，那就先不进口这个，就是不会便宜进口这些东西，那给自己的企业有机会发展。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就连一个像小米，对吧？小米我们以前都说什么山寨的，全是冒充的，对，模仿的，对，国产货模仿的。但人家小米现在都把这个汽车电子车都给它搞出来了，那么多年过去了什么眼镜什么的，虽然你还是可以说它是模仿什么东西，但起码它的东西有一定的质量和稳定性。你现在的问题是，就是你连这个东西，你欧盟也没搞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企业，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我已经交了那么多的税，然后我未来的小孩他如果要一直因为你在学习当中，你就是一个不断上升期的一个过程，你不停的要用到这种东西的。就像我今年我就买了苹果的 Mac Studio Max 然后电子书 iPad Air， 对吧？虽然我们已经有2台 iPad Pro 了，
但是这都是过去的 iPad Pro 了。就你这个东西过了3-4年，你就是要换的。然后还买了手机什么啊，反正就这东西，你总的来讲一大堆，你这个东西其实你是不时的，你一直要去更新的。对，你2-3年要换一个。对，你对于我们来讲是这样，那你对于孩子来讲，就更是这样。就他一路当中他成长，他要学习，对吧？而且未来的世界变得可能是越来越快的。那如果说你又没在这，比如说我上次说了，我说我也没在这开超市，我也没在这儿开饭店，我的收入如果都不是从这里诞生的，我然后去又交了这么多税，然后再去买这些东西，还要再有一个壁垒，又交了更多的税，孩子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吧？就你说的简单一点嘛，就我不说100万，我们说50万，50万你交掉20万、30万，一年，对，然后你再花这些买东西，你再留下来的去生活，你告诉我，你还有什么钱？你没钱，1毛钱也没，对不对？你就是维持个生活了啊，你就存活下来，这个还是就是要保证你能赚50万，对吗？那同样的啊，有的人会说，哎呀，那就多花点钱嘛。其实我也算过这个账，就比如说，哎呀，我就多花一点钱，就像我现在我也是多花一点钱，我就先买着嘛，我先用着嘛，对吗？但我认为这个短期是可行的，长期是不可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处于一个不和人交流的一个状态，我只是自己在使用这个东西。但是，就比如说你的孩子，你说你跑到，就像我看到这边的孩子，就像我们那天到图书馆，对，看到2个孩子在那儿，用一个很老的对，用一个很老的电脑，我觉得是20年前的电脑。对，然后他们在那儿，反正就很专注的再去想做一些东西，对，就查一些东西，对，就你看了真让人觉得心酸，你真让人觉得心酸。然后呢，就是你说你对孩子来讲，他要有这个环境呀，就像我前面说的，我说啊，中国这个东西才2000块，二手的你跑到那个海鲜市场，就是闲鱼上面去看，才1000多，对吧？那你说，大家很多人他用这个东西，他确实就咬一咬牙就买了，对吧？对。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啊，你为什么要搞个电子书呢？你就用个什么什么，或者你就用10年以前的东西，一样也可以用啊。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啊。首先，你用电子书，你就可以一天多专注的多看2个小时。你用那个 iPad， 你眼睛看就好累啊，对吧？你就时间就少了。对。第二点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与时俱进的。其实你就是这种想法，就是慢慢的会降低你的进步。就我觉得他们很多想法就是不去进步，就像很多人说，那个很多企业啊，为什么现在我们先不解决一些就吃饭要吃得更好啊什么这些问题，你去想那么远的问题干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进步的问题。我觉得欧洲其实就是有很多的人，对吧？他当时就没有想到，世界过了20年或者过了10年，就又发展到什么 AI 了，什么人工智能了，我们也没想到这个问题。就像当我们很多，比如说我们是搞摄影的，还有很多搞平面设计的，或者搞写作的，搞各种东西的，你还在用很传统、很原始的方式在工作，在学习，但突然之间一夜之间 ChatGPT 就出来了，它就颠覆了你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情况，这个世界就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个环境他如果没有，那孩子你说你给他买这些好的，就像你在这里，你不敢背个爱马仕跑到马路上这样跑来跑去的，你要担心被偷，你要担心被偷被抢，是吧？或者说大家也会觉得就是你不一样，你活的也就你没那个氛围，对吧？但那很多人就会说啊，那你这么一说，你这个西班牙那人家不也有就是学习好的，或者说这个能够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进步竞争的，对吧？对，确实有呀。但是那些人他的家庭，他本来在这边，他可能就是跟你作为一个移民过来的家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对吧？还有就是人家说白了，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也把小孩给你送到什么美国啊，给你送到英国啊什么的，对吧？只是很多人就是你不知道，但是我们也看了很多
采访访谈，就采访那些西班牙的年轻人里面相对来说收入工作高净值的一些人，他们就很多人，因为他们说话比我们要直接。我现在录这个视频，我说话都是绕着弯想一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啊，就心理建设不行。就比如说我一说啊，这个欧洲要像右啦，什么移民会怎么样怎么样，啊，很多人开始骂你，对吧？啊，说哎呀，你看你说什么，妈的，这政策又不是我出来的，我只是分析了这个事情，就变成我有罪过了，然后变成我恨西班牙了，我靠，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些人他们说话是很直白的，这也让我们就看出了很多更真实的东西。他们就说，他说什么他不想干了，对吧？他说就在这里干，就不想干了，哎，就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就那些人他也说了啊，他跑到美国去，工资就翻3倍，然后跑到一些比如说像新加坡什么的，工资也是很多，然后税还少交很多，哦，他在这里，他交收入什么一半的，他说就全交掉了。对他们还有就去迪拜的也很多啊，去迪拜的也很多，就是发展那东西。哦，他这边收入一半就交掉了，然后他就没有什么得到的东西，他看不到，工资又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我们自己，其实说白了，我说我们如果50岁、60岁再来。对吧？你说还是像现在一样躺在海边晒晒太阳，玩一玩，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反正这个时候，对吧？我觉得它的优势就出来了。你比如说这边啊，喝酒多便宜啊！你喜欢喝酒的各种酒是吧？对啊，你买个10欧元的酒1瓶的，已经在这边算是可以的了。对啊，就是哪怕你经常喜欢喝好酒的人。1瓶10欧元的这种酒，你就能喝得下去了，对吧？啊，2、3欧的，说句实在的，那个有点太差了，那个有点太差了，对吧？但是还有就是你在这边啊，我们也拍了很多集市啊什么的，你去啊，对吧？吃这个好吃的、新鲜的橄榄啊、火腿啊、这些都是很好。包括我最近也一直在看那个 HBO 的一些剧，对吧？啊，这些剧拍的很多都是西班牙这种那个取景的，塞维利亚啊什么那些古老的东西，就风光的东西，啊，这些东西都很好。但是其实我为什么我会去说一些这样的话题呢？因为就是其实很多美好的东西大家都在说，100个人都已经说了，说烂了，说烂了，对吧？就不需要我说的一些问题，可能有的人他不愿意说，可能有的人他没发现，对吧？或者是站在一些什么样的角度，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是这个原因啊。那至于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走啊，什么时候去哪里啊？去哪里？我觉得我现在还不能说啊，因为我还在做研究啊。然后我肯定去了，大家就知道了，对吧？啊，就大家也别乱猜啊，我也不会就现在就说啊。什么时候走？我觉得这个就是大概率啊，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觉得是我还要考虑，就比如说它的税啊就改变了，因为你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做生意人都在他妈天天抱怨说啊，最近这个税越收越贵，对吧？最近这个税啊，就人家做生意的人一年比一年贵，一年比一年贵。还有这种自由职业者啊，自由职业者，对吧？他一开始说，就你真的就你很难发展了，知道吗？啊，其实很多人他真的他很多人他说啊，我就是发一些就我们说过的，就是比如说好风景啊，好食物啊，对吧？马上孩子就要面临就业了呀。你孩子就要发展了，要面临就业了，很多人啊，因为我们其实来这里算是年轻的一批，就还有比我们一些人都要年长了，孩子都已经要就业了，或者正在读书什么的，就已经在读高中了，对，马上都要看到未来的，对吧？就你现在可能还是就没什么感觉，但你再过几年啊，这种感觉，而且这种问题啊，就我也想过的，就它会不会改变了，对吧？就一下子
比如说那个右派上来了，啊，把这个情况改变了，很难，啊，很难。因为就你说像亚洲国家吧，啊，我们就不说中国，你说就日本、新加坡，啊，也说算强国，他们改变也花了几十年，对，几十年吧，是吧？日本战后也花了差不多40-50年，40-50年也要2代人，啊，是的。新加坡也差不多，你看就是那个李光耀、李显龙父子，对吧？到现在黄循财也3代4代了，对吧？就你差不多就是需要这几十年，啊，那问题是，就哪怕你现在孩子10几岁、20岁，等到40年以后，他妈他都退休了，对吧？就你就混在这个时间点，啊，那为什么很多人其实在这几年，尤其是新冠疫情那些年，很多中国人他想移民呢？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啊。对，就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不要疫情一下子搞个10年20年，一直这样搞下去，有没有可能？就人当时就会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嘛，对吧？所以就是这个道理啊，时不我待的啊。当然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毕竟还是太年轻了，就我们的这个年龄啊，还是太年轻了，还是有很多激素，对吧？就是每天想象的东西，活跃、积极啊，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当然我是身体不是特别好的，对吧？但是脑子没有坏掉啊，所以啊，我觉得，这就是今天我想说的吧啊。反正后面我们的情况也会随时，有一些想法什么我们也会再继续发的啊。还要说一点啊，其实我们是很善良的人啊。就我觉得有很多人他们的想法会觉得啊，这你他妈有这么好良心，你把这些告诉我们啊，你安的什么好心？我在4天以前啊，我发了一个我过去视频的链接，说英特尔这只股票啊，在之前20块左右的时候啊，就几个月以前了，那时候我也啊，就是很多人就通过就赚了，对吧？因为它20块涨到27块，哎，涨7块钱，涨7块钱要超过30%多。最近啊，我发完以后，昨天啊，前2天是调整，人家很多人就抓了这个调整的位置买进去，啊，加上昨天的，就最普通的人也赚10%几，会玩一点的人，那都是20-30%。就2-3天哦，今天才礼拜几？礼拜3，还没开盘，人家就是在礼拜1到礼拜3之间，就这2天，对吧？善良的人，他愿意，就是这种赚钱的事情啊，我都分享给大家，对吧？啊，你说谁愿意把赚钱的事情分享给大家，对吗？啊，我们啊做这些视频，第一，不为了流量，啊，说句实在的，这个搞油管这点流量，就这个钱还不够我充电的，真的就不够我给手机充电的，更别说买设备什么的啊，就是纯粹的就是分享。但我觉得内心驱使我去这么做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变得是有信仰啊，就我以前我也考虑啊，就是说从别人身上去获得些什么东西，就你明白吗？就比如我以前在做生意的时候啊，我总是会考虑啊，我要就赚他一点钱啊什么的。当然我这个职业我就是需要人家钱的，对吧？对。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也算是比较善良的、有良心的，凡是我的客户基本都知道啊。但自从就是我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以后呢，我觉得我更就是变得有信仰啊，因为我真的就会很相信，就是说这个上天啊就有这种无形的力量啊。然后当你就是做很多好的事情的时候，确实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就你人能变得更好，你人就变得很轻松，活得就很快乐，对吧？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拜拜，嘿嘿。拜拜。